TVB 前知名老戏骨，香港资深艺人骆英军，自2011年宣布离开工作了近30年的无线之后，给外界的感觉好像就淡出了演艺圈。但其实这些年，骆英军一直都有断断续续的拍电影、拍电视剧，只是这些演艺作品的热度并不算高，所以总给外界一种骆英军已经消失的感觉。近日，许久没有公开现身的骆英军就出现在香港，和家人在香港某热闹街区的餐厅聚会。从网上流传出来的照片可以看到，骆英军穿着简单的浅色衬衫，打扮非常休闲，整个人明显消瘦了不少，特别是满头的白发，一眼看上去有些沧桑。虽说骆英军手中夹着香烟，几乎是烟不离手，在餐厅的包房里吞云吐雾，但不少网友都在感叹，曾经 TVB 荧幕上的坏人专业户，现在看上去倒是变得慈眉善目不少。年轻的时候，骆英军因为长相比较凶恶，所以多数在剧集中都是饰演一些不太讨喜的反派角色，甚至有的角色可以说看得观众直咬牙。不过经过时间的流逝，骆英军的外貌确实没有了年轻时那种攻击性，反而给人感觉特别的平易近人。可能许多小伙伴都不知道，在前几年骆英军的身体健康曾出现过很大的问题。他在一次体检中被医生告知有肾结石，而且情况还比较严重。据了解，当时他特意推掉了所有的工作，安心做手术，在家养病。骆英军最终经过2次复杂的手术，在医院住院40多天，回到家中休养了4个多月，身体才慢慢有所好转，直到最近这2年才开始复出工作。往往都说，在荧幕上经常演坏人的男星，在现实生活中基本都是好男人，骆英军就正是如此。骆英军1953年10月3日出生于一个富贵家庭，从小受家庭文化熏陶的他酷爱读书，4岁开始看《西游记》，9岁开始读金庸，这为他之后塑造金庸笔下的人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在骆英军的职业生涯中，他挑战过不少金庸角色。骆英军的父亲是某小学的校长，叔父为知名演员，良好的家风令大姐后期做了信报创办人，弟弟做了资深大律师。可以说，骆英军身边全是成功人士。不过，从小有着演员梦的骆英军曾被父亲提醒，家里的工作不能都一样，这不符合家风，做演员也不失为一个好出路。就这样，骆英军于20岁怀着诚心签约了邵氏。不过那时候的邵氏比较重视功夫片和女星的发展，一向文静文中的骆英军并不受重视，只能够跟着剧组跑龙套。就这样跑了3年龙套后，骆英军与邵氏解约。解约后，骆英军投考了第5期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，真正的做了一名艺人。虽然一开始电视台分给骆英军的角色都是小角色，但是骆英军依旧用心诠释自己的每一个角色，经历了长时间的沉淀，终于他的春天到来了。他因为在电视剧《富贵荣华》中饰演反派雷立涛而一举成名。凭借《富贵荣华》中的反派角色，骆英军一夜爆红，不少观众都折服于骆英军精湛的演技。之后，不少片约纷纷找上门来，但是基本上都是反派角色。就此，骆英军开启了自己的反派之路。反派的戏路一走就是10年，还不乏饰演了早期金庸剧中的多名反派配角。但是由于骆英军一直都是以反派角色示人，所以观众将他坏人的形象深深地记到了脑海中。此外，为了不让自己在观众面前失误，他从来不喝酒，因为他怕自己因为醉驾而被观众冠以坏人的刻板印象。直到1992年，有导演邀请骆英军出演《1号皇庭》中的某位反派人物，他终于不甘忍受一直出演反派，随后向导演请求出演一次正面人物。导演看他的态度既肯定又憨憨，于是也大胆地尝试启用他，给了他饰演正派男1号周文斌一角的机会。在老戏骨欧阳震华的帮助下，
他也证实了自己的能力。虽然出道很多年，拍过上百部作品，但骆英军演的几乎是清一色的配角。他最早加入邵氏拍电影，后来电影业开始萧条，便于1976年考入了无线训练班，后正式加入 TVB， 开始了大量的电视剧的拍摄。诚如骆英军所言，每一个在 TVB 工作的人都有一个伟大的目标，就是希望10年后能离开。他说在 TVB 确实能学到很多，在 TVB 待8年相当于在电影圈工作20年，但是在 TVB 做8年到10年是最完美的。如果18岁入行，出来也才25、26岁，再去外面工作还有大把的机会和光明的前途。有的人掌握好了时机，8年左右就离开了，比如梁朝伟1982年加入 TVB，1989年拍完《侠客行》便离开了。比如刘青云1983年加入，1992年拍完《大时代》离开。当然也有待得久的，周润发从1973年考入无线训练班到1985年拍完《大香港》离开，他用了整整12年才离开。而骆英军就更甚了，本来打算10年离开，最后硬是拖了30多年。早在2007年，骆英军便有了离开之意，但想着得先存点储备金，以防离开之后1年都接不到工作没收入，就这样挨到了2009年合约到期。可这时恰遇金融风暴，他便又待了2年，直到2011年才正式离巢。当然，骆英军离开 TVB 并不是想要追求更高的财富收入，他对物质没有太大要求，认为只要够用就可以，所以他在 TVB 多年也无怨无悔，拿着微薄的收入让人替他不值。事实上，导致骆英军离巢的原因不是因为收入低，而是 TVB 的工作量太大，理论上不能推工作，经常从白天拍到深夜，而他的身体负荷不了，不得不减少工作量，最后离开 TVB。 这一点骆英军和于和伟很相似，不工作的时候喜欢看书，享受低调的生活。骆英军很清楚自己的位置，对他而言，拍戏是一份工作，真实生活中他就是一个普通人，没有明星光环，只是一个热爱表演的人。离开 TVB 之后， HKTV 的王维基向骆英军发出过邀请，但刚恢复自由身的骆英军想换个生活环境，便随大刘北上内地捞金。彼时骆英军已经年近60，来内地发展的并不如他想象的顺利，接拍的多是一些小成本网剧或者速成片，剧播出之后本身就没有什么水花，更何况戏份并不突出的他了，内地发展颇不顺。骆英军想到了王维基，便主动与之联系。之后他去 HKTV 参演了《警戒线》《导火新闻线》《选战》等不错的剧。可正当他以为一切都稳定下来时， HKTV 又传出了不获发牌的消息。就在这个时候， TVB 向骆英军发出了回巢邀请，但被他以想在外面见识给婉拒了。此后的2、3年间， TVB 又断断续续地给他致电邀请他回家，他同样都拒绝了。如今骆英军签约了内地经纪公司，也同样出演了很多大热的影视作品，《窃听风云2》扮演陈战，《反贪风暴》中扮演徐怀瑾，《寒战2》中扮演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马卓贤，《拆弹专家》中饰演皮离，也接连出演了《新倚天屠龙记》《破冰行动》等作品。不仅演艺事业平平淡淡，他的爱情也很平淡。年轻时由于忙于拍戏，所以骆英军一直都没想着谈恋爱。骆英军一向腼腆，不敢主动跟女孩子说话，直到近40岁时才被朋友介绍了一个媳妇。面对感情，骆英军也十分认真，从没传出过绯闻。如今夫妻俩已然走过了整整30个年头，虽然没有绯闻缠身，但婚后骆英军认为做父母压力太大，所以选择了丁克，至今无儿无女。不过有网友却对这种说法表示质疑，认为选择丁克的夫妻多半是因为男方不育。还有网友表示，这不过是找个理由给自己一个台阶下，
不过，骆英军虽然和谭咏麟一样选择了丁克，却坚持了下来，并始终对感情忠贞不渝，没有了儿女。虽然确实可以过着自由的二人世界，不过也着实有些遗憾。现在这个年纪，再想要孩子，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。无论丁克与否，现如今，骆英军和妻子两人生活的也十分幸福快乐。他常常会分享一些近照和行程，年近七旬，分外潇洒。虽然因为长期饰演配角的原因，粉丝并不多，但并不影响骆英军的自得其乐。难得的是，虽然是这样的年龄，骆英军多年保持良好的心态，也有很好的精神面貌，年近七旬，依然神采奕奕，这也就足够了。回顾骆英军的演艺生涯，大家发现骆英军虽然从未演过主角，但他就像一颗螺丝钉，哪里需要就出现在哪里。这样的绿叶演员，香港影视圈里还有不少，但像他这样几十年如一日的演，从不间断，一直演得那么稳的，曝光率始终挺高的，还真不太多。就连某短视频直播网站的手机小电影，他也出现其中，可以说是从电视荧屏到电影大荧幕到手机小屏幕，哪里都能看到骆英军的身影。演配角不难，难的是一直演配角。在骆英军的演艺生涯中，主角难觅，尽是配角。说起来，他也是相貌堂堂，身材挺拔，否则也演不了金庸剧里的黄药师。但为何偏偏没有主角命？这么几十年来，骆英军就没有抱怨过、失衡过，不曾失落。一定是假话，但人最重要的还是活出一个好心态，敬业，不挑活，灵活多变，乐在其中。